在1990年代的台湾，小明跟小华都是社会新鲜人，两人都拥有东区的一间房产。小明决定把东区房产卖掉，到国外生活。小华决定在台湾工作，保留房产。30年后，小明赚了2000万台币，回台退休，开始成功。但小华东区的房产价值已经超过上亿元。通货膨胀吃掉你的现金，但有人却是最大赢家。什么是通货膨胀？对我们有什么影响？今天带你来了解。了解前，麻烦先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才能让更多人看到。什么是通货膨胀？随着时间推移，物价上涨导致货币贬值，也就是说，同样的钱能买到的东西变少了。例如，在1990年代的台湾，南洋街的一个便当在40元到60元左右，但到了现在2026年，在台湾买一个便当最少都要100到150元左右。但价格为什么会上涨？是什么造成通货膨胀？通货膨胀为什么会发生？主要原因有两个。第一个是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，这种是指当需要某种商品的人数增加，而供应却跟不上时，就会出现这种状况。通常是经济复苏，人民有钱，政府财政刺激，发消费券、现金补贴、减税，央行的降息、量化宽松，都会使得居民的消费增加，形成总需求增加，产品供不应求，带动企业投资及增加就业，价格自然上涨，通膨发生。第二个是成本拉动的通货膨胀，主要是原材料成本上涨，如石油危机或是天灾导致粮食短缺；再来是劳工成本增加，如缺工或是最低工资调升；再来是厂房租金上涨，或是税负调升，或是环保法规，都会导致企业成本上升，整体需求下降，居民消费及企业投资意愿降低，失业率增加，最可怕容易导致停滞性的通膨。高通膨、高失业、低成长，如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。在按需求拉动的通膨是反方向，所以各国央行追求的是温和的通膨，2%到3%，对经济体追求更高的产值，也就是更高的 GDP，只会带动企业投资生产更好的服务商品，消费者就能享受更好的服务跟商品。钱在流通的过程中，财富随时随地在重新分配。通膨伤害哪些人？通膨对财富的伤害是不对称的。以下4类人最容易受害。第一个，持有大量现金与储蓄者。如果你把钱存在银行或放在家里，虽然数字没变，但购买力会随物价上涨而萎缩。例如，通膨率3%，现在的100万到明年只值97万的价值。第二个，固定收入族群，领取此薪水的上班族，依赖定额退休金的老年人，当薪资涨幅赶不上物价涨幅时，实时生活水准就会下降。第三个，债权人，借钱给别人的人，银行或债券持有者。因为未来收回来的货币价值已不如当初借出去的时候。第四个，未持有实质资产弱势族群，没有房地产、股票或抗通膨工具的人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物价吞噬生活开销。哪些人从通膨中得利？通膨会让资产价格上升，货币价值下降，因此以下族群往往会获利。第一个，债务人，欠钱的人。通膨会稀释债务，如果你有一笔固定利率的房贷，通膨越高，你还给银行的钱实质价值就越低。第二个，实质资产持有者，拥有房地产、土地、大宗商品，如黄金、能源的人，这些资产的价格通常会随物价同步上涨，甚至涨得更快。第三个，具有定价权的企业主，能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公司，如电力、饮用水或具品牌影响力的产品，他们的营收会随物价调升，利润反而有可能增加。第四个，政府。政府是最大的债务人，通膨能减轻政府的债务负担，同时物价上涨带动薪资表向上调，政府还能课到更多的所得税。如何对抗通膨？要对抗通膨，核心逻辑是持有能产生现金流或随物价增值的资产，而非持有货币。房地产 REITs， 房价与租金通常随物价调升。股票、指数 ETF。若子公司盈余会成长，长期报酬率通常远高于通膨。黄金、大宗商品具备避险属性，在货币贬值时具有保值功能。抗通膨债券 Tips， 本金会根据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进行调整。自我投资，提升技能让薪资涨幅大于通膨，是最好的无风险投资。怎么不被财富分配？如果不希望你的财富被通膨推到分配走，你需要转变理财思维，
不要只存钱，定存在通膨时代是负回报的投资。优化债务结构，在低利率时期锁定长期的固定利率贷款，如房贷，这会让你在通膨发生时能用贬值货币来偿还债务。掌握定价权，无论是找工作还是投资，优先选择那些不可替代性高的行业，因为这些行业最有能力应对通膨冲击。小明小的例子是非常经典的实质资产跟名目货币的对比，它完美诠释了通膨如何进行财富分配。这不仅是抗通膨，这更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跨越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拆解：第一个，购买力的本质，谁被分配了？虽然小明回台湾时口袋里多2000万，听起来很多，但这属于名目财富。1990年代的2000万可以在东区买好几套房，甚至买下一块地。2020年代的2000万人在台北东区可能只够买一个老旧公寓的自备款，或是远郊的一间小房。结论：小明的财富在30年间被通膨分配掉了。他虽然赚到了钱，但他的钱在台湾社会的相对购买力大幅下降。而小华持有的房子，其价值随着货币贬值同步，甚至超额膨胀，守住了他在社会中的财富位阶。第二个，小华的例子是抗通膨的极致表现，主要原因有二：稀缺性 （scarcity）。台北东区的土地是有限的，当政府印更多钞票时，钞票会变薄，但土地不会变多。因此，房价上涨不仅是反映通膨，还包含了土地溢价、杠杆效应。如果小华当年有房贷，他其实是用借来的钱在对抗通膨。他用1990年借了较高的货币借款，最后用30年后贬值货币归还。这就是前文提到的通膨稀释债务。第三，财富分配的残酷真相。这个例子揭示了为什么认真存钱有时候会输给持有资产。以下是两者比较：小明卖房、存钱、创业，资产性质、货币、现金易受通膨侵蚀。财富结果虽有增长，但追不上资产通膨。这位阶级从资产阶级降为劳动力，一般中产。小华是持有房产的，实质资产随通膨增值，财富自然指数级成长，稳坐资产阶级。第四，如何避免成为小明？为了不让你的财富在未来30年像小明一样被分配走，你需要掌握以下逻辑：一、区分钱与财富。钱、货币只是交易媒介，会印更多。财富如公司股份、房产、黄金、技术，才具有保值能力。二、避免长期持有超额现金，除了紧急预备金，剩余的钱应转化为能随物价调整的标的。三、理解资产通膨，有时候官方公布的 CPI 物价指数只有2%，但房价、股价的资产通膨可能是10%。如果你想退休，你要对抗的是资产通膨，而不仅仅是排骨饭涨价。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常说选择比努力重要。小明在国外可能工作非常努力，但小华只是选对了资产并留在原地。很多人以为不投资、不借钱、不冒险就是最安全的选择，但在通膨存在的世界里，什么都不做本身就是一种立场。你选择持有现金，就等于接受它每年被稀释一点点。这不是鼓励你一定要投资，而是要让你知道你不参与也正在被参与。